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 Lily。玉米面里打入5个鸡蛋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，不用蒸不烙饼，不油炸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馒头好吃，比面包松软。自从学会这个做法，我家孩子天天点名要吃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到碗中倒入100克玉米面，再倒入100克低筋面粉，加入2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再加入10克泡打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。搅匀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5个鸡蛋，再准备一个大碗，这个碗呢一定要确保无水无油。我这里用厨房纸巾把里面的水汽给它擦干，然后再把鸡蛋打入大盆中。我们在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温柔一些，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鸡蛋打好后，再准备一个这样的勺子，这个勺子呢确保无水无油，用勺子把蛋黄舀出来，让蛋黄与蛋清分离。舀蛋黄的时候一定要温柔一些，确保不要把蛋黄弄破了。舀出的蛋黄放入面粉的碗中，全部舀出来以后，蛋清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着备用。接着再往蛋黄的碗中加入120毫升纯牛奶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搅拌。这一步呢，需要多搅拌一会，大概需要搅拌2-3分钟左右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，这时候的面糊呢还比较浓稠。再往里边加入35克玉米油，继续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玉米油完全融入面糊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，提起蛋臭能滴落成一条线，搅拌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蛋糕模具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再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周围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刷好油以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把蛋清取出来，往里边挤入几滴柠檬汁，这样可以去除蛋腥味。再取出打蛋器，先低速打发，慢慢的转高速打发。每次做蛋糕，打发蛋白霜都是关键的战役。我们要分3次加入白糖。为什么要分3次加入白糖呢？这里的门道可多了。首次加糖是在蛋白糠出现鱼眼粗泡时，这时候呢加入20克白糖。第一次加入白糖呢，可以增加蛋白的浓度，减缓蛋白打发速度，为后续打出细腻稳定结构打好基础。打发至出现细腻的小泡泡时，这时候呢是湿气发泡前，在第2次加入白糖，同样加入20克，第2次加入白糖，糖持续助力，强化蛋白间粘性与支撑力，让泡沫更紧实有韧性。打发至蛋白临近干性发泡时，纹路变清晰，在最后一次加入白糖，同样加入20克。第3次加入白糖是为了锦上添花，锁住蛋白水分，让蛋白保持湿润光泽，做出来的蛋白霜蓬松又稳定，烤出来的蛋糕呢，像云朵般柔软，口感绝子。最后打发至提起打蛋器，呈现这种倒弯勾角，像这样我们的蛋白霜就打发好了。然后取出一把刮刀，舀出1/3的蛋白霜放入蛋黄糊的碗中，用刮刀翻拌或者是切拌的方式给它拌匀，千万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那样很容易消泡。用刮刀抄底向上翻拌起来，让蛋白霜和蛋黄糊完全混合在一起。
拌匀后再把蛋黄糊倒入蛋白霜的碗中，再继续翻拌均匀。同样，用切拌或者是翻拌的方式给它拌匀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您还一直没有给我点小红心呢。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却高兴到睡不着觉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最后翻拌成这样的状态，用刮刀舀起一勺面糊滴落下来，有很好的堆积效果。像这样说明就搅拌好了，然后再把模具取出来，像我这样隔着20厘米的高度倒入模具中，全部倒进来以后，再震动一下模具，给它震出小气泡。震好后再撒点白芝麻点缀一下，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入烤箱下层，上下管150度烤5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玉米面的清香味扑鼻而来。我们取出来看看，看一下一点都不开裂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放到面板上，再震动一下模具，这样更容易脱模。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将刮刀在周围刮上一圈，这样方便脱模。然后倒扣脱模，再把油纸给它撕下来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然后翻一下面，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，先给它切成大块，宽约5到6厘米左右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小方块，切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松软细腻。切好之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，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玉米面蛋糕就做好了。刚出炉的时候，那股浓郁的玉米面清香直窜鼻腔，混着烘焙独有的香甜，像把整个玉米田搬进厨房一样。凑近瞧，金黄外表微微焦褐，满是质朴感，入口瞬间蓬松的超乎想象。玉米面的颗粒感藏在绵密组织里，轻嚼，先触到松软，然后玉米香在舌尖炸开，甜度恰到好处，不腻人，每一口都像在田园漫步，扎实又清爽，饱腹还解馋。起初还怕粗粮做蛋糕会翻车，结果一口就爱上了。用玉米面这样做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